此次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的，还有如约而至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中俄元首实现冬奥之约并举行会谈，为新历史条件下的中俄关系规划蓝图定向领航。作为本次会晤最重要政治成果的中俄联合声明，集中阐述中俄在民主观、发展观、安全观、秩序观方面的共同立场。中俄两国有关部门还签署了一系列重点领域合作文件，其中能源合作分量最重。中俄元首的新春之会中，战略协作是一个关键词，这契合了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呼声。中俄联合声明正是这种战略协作的具体呈现。联合声明指出，俄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双方反对北约继续扩张，双方反对在亚太地区构建封闭的结盟体系，制造阵营对抗，高度警惕美国推行的印太战略对本地区和平稳定造成的消极影响。双方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特别是在核动力潜艇等涉及战略稳定领域开展合作，表示严重关切。这次中国两国元首会晤可以说事无巨细啊，从双边问题、地区问题到全球性问题都有所涉及。我们认为呢，这是中俄两国元首2年以来对国际事务的一次总结性的这样一种会晤，对这个我们地区秩序全球秩序以及双边的发展呢，指出了一定的这个发展的蓝图。对于中俄联合声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巴拉巴诺夫认为，这是俄中外交团结的又一范例。美国的长期战略之一是打破俄中之间的密切联系。华盛顿对俄中两国的外交团结感到恼火，但这种团结对实现全球安全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巴拉巴诺夫强调，俄中友好关系不仅对于彼此尤为重要，而且成为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关键因素。而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周五在被问及中俄关系的问题时，却故意跑题。他首先强调中美有自己的关系，随后顾左右而言他，硬把话题转向乌克兰。The president views it as we have our own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 destabilizing conflict in Europe would impact China's interest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certainly China should know that. 美国媒体开足宣传机器的马力，配合美国政府硬扯乌克兰。华盛顿邮报还对声明做出了一些延伸性的脑补，暴露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俄关系理解的偏差。该报称，中俄联合声明的英文版有5364个单词，却没有一个单词提到乌克兰。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遗漏或许反映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文章还称，两国未在声明中提到结盟，因此双方只是尽可能寻找制衡西方的共同目标。除了战略协作，中俄全方位合作也体现在经贸、能源、科技、金融、交通等领域，特别是能源合作，一直是中俄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在中俄双方有关部门和企业签署的15份合作文件中，就包含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远东天然气购销协议，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与俄罗斯石油股份公司低碳发展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2份合同。对于协议细节，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俄罗斯计划通过一条新的管道，每年从俄罗斯远东地区向中国输送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而俄罗斯石油公司将通过哈萨克斯坦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供应总计1亿吨的石油，为期10年。俄方透露，正准备再往中国修建的新天然气管道被命名为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长约960公里，将是俄罗斯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的延伸。新管道的出口能力为每年500亿立方米天然气，届时其出口能力将是西伯利亚力量的1.3倍。该管道预计2024年开始建设，2030年开通。目前，俄罗斯已是中国第1大能源供应国，包括第1大电力进口来源地、第2大石油进口来源地、第2大煤炭进口来源地。分析指出，俄罗斯能源出口格局对比尤其明显。在欧洲，因为美国的不断干扰，德国至今尚未给已竣工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发放通气许可证，这将减损欧洲在国际政治版图中的话语权。而在远东方向，中俄能源合作不断深化。
能源是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从侧面也印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良好，后劲很足。我们对于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也是要求啊，是一种稳定和安全性。特别是现在目前呢，我们看到呢，地缘安全环境有所恶化。中国呢是通过石油管线和天然气管线，这是一种内陆的，所以说这样是一种稳定的、安全的这样一种供应。所以我们认为呢，对于中国来的发展啊，中国长期的经济转型和升级来说，有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啊，对中国的这个整个来说是一种利好。中俄深化合作还体现在军工航天领域，两国签署的15份合作文件中，就包括了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委员会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关于北斗和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时间互操作的合作协议。俄罗斯航天集团公司新闻处周五称，格洛纳斯和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互补将得以提高两套系统的导航精确度，并降低风险。此前中俄签署的2021至2025年卫星导航领域合作路线图就包括格洛纳斯和北斗系统整合创新发展，增强其兼容性和互补性的计划，以及在中俄两国领土上相互部署地面测量站。好，下面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大年初五是中国元首最忙碌的一天，习近平先后会见多国元首与联合国秘书长。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举办的欢迎宴更是全球焦点。那您对中国虎年春节的最盛大主场外交有何观察？主持人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中国主场外交最大的特点在于以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去构建为国际所认可的话语体系。所以回过头来看昨晚精彩绝伦的开幕式，以及此前3亿人参加冰雪运动和运动员成长的故事，还有一系列冬奥会赛事场馆建设中所蕴含的科技、环保、可持续元素，这一切阐述的绝不仅仅是某种运动精神，而是在更大的维度阐述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之上的中国主张。完全不同的雪花汇聚到北京，成为一朵人类的雪花，一朵共同的雪花，象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所指明的方向。而此次冬奥会本身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赋予了鲜明可感知的底色，构建更容易被国际所接受的话语体系。但另一方面，此次冬奥会的中国主场外交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此前宣布，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及相关活动的国际政要超过30人，较2008年的超过80人存在一定差距。这其中部分源于局势依然严峻的新冠疫情，例如此前称会有超过100位国际政要出席的日本东京奥运会，最后仅有不到30人到场。还有部分则在于某种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遗憾。我不是遗憾这些国家没来，而是遗憾这些国家缺乏足够的眼界和格局去看到奥运会的价值是超出国与国的零和博弈的。正如我昨天在评论中所言，北京冬奥会的中国外交主场不是为了证明中国了不起，而是代表人类证明我们所有人都了不起。所谓抵制，与其说抵制的是中国，不如说抵制的是全人类可以战胜疫情、战胜分歧，一起走向美好未来的一份希望。